太子是假的，快带月皇走！师姐，你知道的，我也是身不由己，我也不想的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不会伤我的，对不对？郡主。 别再错下去了。追！那边看看，仔细点搜啊！往那边去。好，这边没有，我这儿没有，低点儿。 想做困兽之斗，本座便成全你们。海派画符术。 精进不少啊！以无上夜叉之力。 断其灵根，诛心灭神。剑墨灵犀，你就是剑墨。你就是剑墨。师傅，为什么那些小妖灵总缠着我啊？他们呀，是因为我们家小棒槌太香了。香？ 500年前，魔君夜叉对剑木痴迷如狂，求而不得，不惜俱毁。
听幸存的侍卫说，宗玄把抓到的新正馆弟子丢进这里炼化，他们都是被活生生丢进去的，神魂碎裂，怨念冲天。再加上宗玄的邪法魔气，把这祭天台变成了噬魂的炼狱，平常人根本靠近不了。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雷修远，你功法比我高，可有法子净化这里？表哥，你会死的！我宁愿焚身自毁，也不会让你珍惜。我也会死的！不要，表哥！表哥，表哥！这就疼了。这比起你的所作所为，不及1000万分之一。表哥！你真的要杀我吗，表哥？是王爷，为什么要急？王爷，怎么是你？王爷，你是做噩梦了吗？梦都是假的，不必当真。他们也说梦是假的，可是越国覆灭，皇兄被杀，伯父惨死，这些都变成了真的。不会的，这些都过去了，以后会好起来的。不会了，不会变好了，他们都离开了我，就剩我一个，就剩我一个人。王爷，你不是一个人，苗青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和师兄还要回万仙门复命，下次重聚，说不定就是海允之时了。同舟，我也得走了。追雨峰的师父师姐还在等我消息，况且我还要找老头子师傅，实在不宜久留。李妃，再多留几日，我可以帮你找师傅的。
李飞既已决定离开，去留还是要看他的意思。你，祁同舟，你疯了吗？同舟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待我灵力精进，修成术法，他便永远不会被人所伤，包括我。多亏先生们发现的及时啊！那海派妖女冒名顶替，在我们这里潜伏了这么长时间，想必定是想偷我们山派的秘籍法宝，真是诡计多端呢。海派妖人就喜欢修这些歪门邪道的法术，难怪他身上有魔气。先生们未必也太软弱了，对于这等妖人，就应该严刑逼供，看看他们是否另有所图。这位女夫子可是教了我们几个月的术法课。照你这意思，那我们都成了修炼歪门邪道的妖人喽？是啊，这林先生平日是严厉了些，但也从来没害过咱们。不仅悉心教导，上次试炼还帮了我们呢。既然院长都没发话，我看有些人就别心怀偏见，落井下石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你们把居心叵测的妖孽叫做师傅，怎么？难不成？你们也想要跟魔族勾结？我是说，如今情况未明，你不要随便污蔑好人。好人？哼！当年海允灭世，各仙门为了抵御魔族，牺牲了多少的人？现在海派公然御妖物炼魔器，与魔族为伍的人能是什么好人？凡是跟魔族牵扯的，都是异类妖孽。表哥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当年魔族入侵，中土仙门死伤殆尽，兴镇馆长老除2人外全数牺牲。海派却是立场模糊，未遭大劫。他们固然不是敌人，但也不可亲近。夜叉下落，你们是有什么先祖死在了夜叉之手吗？想找他复仇？哼，我们只是想知道魔君在哪儿。500年前，他便魂飞魄散了。若夜叉还活着，岂会容许自己的断脚成为我们海派的法器？说起来，你们高卢一族对待魔族的态度素来暧昧不明。听闻上次海陨时，便有高卢弟子试图穿过山海结界，难不成你们和魔族有什么渊源？既是先祖遗命，神君魂魄怕是不会轻易消散。且再慢慢寻吧。谁？歌林。我说练狗怎么找不到人？原来阿姐跟叶哥都在这儿。不是说好3个人在一起吗？为什么你们每次都不叫我？并非故意不叫你，是有些事情我们自己都没弄清楚，怕你担心。我也不是故意要知道你们秘密的，我也担心你们啊。格林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家人间能有什么错呀？那是什么？左丘先生，阿娇一时糊涂跑来书院闯祸，是我没有约束好这个女儿。沈先生，之前是我意志不坚，恐自己不能护她周全。
而今我已明白，瞻前顾后、优柔寡断，那才是伤人之身。严凡愿遵从本心，随阿娇前往东海，倾尽余生，护她喜乐。严凡，左权先生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山派海派之分，本就是人心之偏见。若是有心冲破这层藩篱，也未尝不是一段佳话呀。阿娇不是海派妖女吗？莫先生怎么会跟她在一起啊？莫先生真走了，那以后谁教我练棋啊？布师兄不是说了吗？海允在即，山海两派当同心协力，联手御敌。而且也说了，结业的时候呢，东海会派人来招弟子，到时候还有机会见面的。去东海见？胡说胡说，怎么可能联手呢？莫先生是新政馆的高徒，断不会和妖女苟同的。他一定是被妖女迷惑了心神。表哥，我们还是将此事告诉玄山伯父吧。可是伯父已经知道了。那他是我愧对师恩。从今往后，我不再是新政馆的弟子。你们真的和好了？我将与阿娇前往东海，下一次见面不知道会是何时。临走之前，帮你们把千香引解了吧。你要解千香引？反正要分开了，留着也没用，解了正好。心跳凝固，无法再倾诉，只是这劳烦先生。那句话我说不出，明知是与非，黑与灰都无望，你还深思着理解的无悔奔忙，山雨欲来风偏要挡，悬崖绝壁塞两行，纵身跳入那肝肠寸断的过往，还你无恙。我呼吸在天竺，那双手与我触，今后的风雪舞，谁陪你共度？笑着落幕，怕你为我哭，悄悄化作空明灯，照你夜路。明知是与非，黑与灰都无望，你还生死着理解的无悔。怎么？奇怪，解不开，执念未消，牵引难解。你们三人分明对彼此都有情意。你就是不死心是吧？算了。若只是一方无情，那也是能解的。解不开，恰恰正是你们三人对彼此都有情意。少年人总会看不清自己的心。师兄好。
哎，格林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啊！哎，李飞，你上次说去吴月亭有把握吗？吴月亭呢，可是天下第一仙门。有些人天赋平平，灵力有时候呢又使不上劲儿，这样还妄想进吴月亭啊？起码我们凭本事闯一闯，不像某些人要靠关系。靠关系，我们本就是天皇贵胄，理应进新政馆。倒是你们，高卢得罪了龙明座，你觉得现在哪个仙门还愿意收你们？你，哎呀，怎么？我说错了？哼，并非所有修仙门派都怕龙明座，也并非所有修仙之人都是趋炎附势之辈。我听说西周有一新兴门派地藏门，善行遁，通变化，收了许多高卢故国之人呢。修远，你打算去哪儿？我回去温书了。李飞，李飞，李飞，这个你拿着。什么东西啊？龙栖凤鳞？什么龙啊凤啊的，皇家信物啊？你拿着它去越国，就如同鹰王亲临，做什么事情都方便些。好端端的我去越国干啥？黎飞，你去吴月亭不就是为了找你师傅吗？可是找师傅不一定非要你去吴月亭啊，我就可以帮你找。你在越国等我消息。我的皇兄呢，人和善又热心，你想吃什么想玩什么都随你。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的。为什么？拿着。找师傅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不能假手于人的。拿着。李飞，我找到师傅之后，就要跟师傅回青丘了。再说你不是有自己的事情吗？你得去新政馆，把那些什么玄门、化门那些对你有意见的，通通收服。你还要把越国跟新政馆发扬光大呢。可是我愿意为了你。我不愿意。同舟，你是王爷，身上背负那么多重担跟期望，但是我不一样。我就想跟师傅过普通的日子，有吃有喝，寿终正寝。咱们终究不是同路人的。那现在不愿意，以后呢？万一以后改变心意了？以后你去了新政馆，那些什么公主仙女都围着你转，你到时候肯定乐不思蜀，先忘了我的。千香为乙，雏凤为证，我绝不会忘了你。只不过是年少时的一段玩闹，哪值得记住终生啊？鹰王爷，待新政馆成为天下第一仙门之时，我小棒槌定会上门讨杯水酒，贺你前程似锦，成万世之业。师傅，为什么我不能交朋友？哎呀，外面坏人很多的，万一交到不靠谱的朋友，丢了小命怎么办？师傅，你可真是乌鸦嘴。当初你就不该救我，也怪老夫一时心软。往后啊，一定要躲得远些，莫要再做前者。
吃了亏就得长教训。老夫要回去养元神了，好自为之吧。他伤你那么重，你还拼了命救我？你以为是我救的你啊？罢了罢了，以后机灵着点，保住自己的小命，赶紧回书院吧。好。李飞，李飞，李飞，你果然在这儿，为何突然不辞而别？没事，就是想回来看看。都怪我，一心想要招揽雷修远，险些害你丢了性命。是我太蠢了。我竟还想着帮他救人呢，真是。他藏得那么深，不惜以命相示，我们很难发现的。招摇撞骗久了，没想到给人算计。没事，恩债两清，从此陌路，倒也干脆。哎，李飞。你要不要跟我回越国？该回书院了，我还得找师傅，还得好好活着。这趟出来挺久的。黎飞，你都回来好些天了，怎么只练功不吭声啊？修远呢？李飞，你看见修远了吗？你们一起去的新政馆，我问了同舟，没看见。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问别人去。啊？不是，李飞。李飞，你回来做什么？我有话跟你说。我们没什么好说的，走。对不起，我必须救大哥。你不用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愚不可及。明知你心有他念，却还是信了你。你也不必再扮惨做戏。从今往后，就当我们从不认识，再不相干。雷修远，你过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有何用？我们如此待你，你却一味算计。若真让镇云子得逞，你置黎飞于何地？置我不负又于何地？动手！
说也要有分寸的嘛，会死人的。有话好说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下次再乱来，小心被逐出书院啊！修远啊，你心细，估计长大了，师兄正好找人帮我搭鸡窝啊，你帮我一下行不行？走，走了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出来！你若不想见我，可以当我不存在。你以为一直跟着我，我就能原谅你？我没奢求你原谅，我只想弥补你。弥补？我要真被你害死了，你难道去我坟头哭一场？对不起，我以为我亲自动手就不会伤你太深，但我没想到镇云子。你以为他只要日炎，以为能够护得住我？你能护住谁啊？鲁大哥是你亲人没错，可日炎也是我看中之人。你凭什么利用我牺牲日炎？凭什么一再欺我骗我？你步步为营，衡阳殿舍身相救，宗权手下以命相护，好高明的苦肉计啊！你够狠，对我狠，对自己也狠，我真是自愧不如。覆水是收不回的。你现在做的所有讨好和弥补，为的只是自己心安。我不会再信你。起码让我再为你做件事。我不要，别自讨没趣了。先生，请先生帮我把千香银给解了吧。为何？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迟早要分开。这千香银留着也没用了。人生苦短，年少时经历的事，认识的人，皆十分珍贵。若轻易舍弃，岂不是可惜？是我闹眼睛，满目都是你，水火不容，却还如胶似漆，藕断丝连心，我心无波你浓郁，你是我的天地，寒来春雪，生死不离，天命属你，山川湖海不偏不倚，只随你去，苦涩酿出甜蜜，一饮而尽，旧情愁相抵，人君你，诉
守到底。结了吧，都是虚情假意，没什么可留恋的。究竟发生了何事？没什么，就是看清楚了。也罢，只是解开这千香引，需要3人齐心，稍有不慎，便会损伤灵脉。你与他们2人商量好，再来找我。啊？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没想到啊，你居然有本事能全虚全影的把那小子给救回来。青丘这个地方果然是颇有神通啊。青丘呢，确实是人杰地灵，不然我们大师兄怎么会如此天纵英才、玉树临风呢？您说对吧，胡先生？说的不错啊。先生果然认识我师兄。我师兄，他在哪儿？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啊？五岳亭几千个弟子，谁知道哪个是你大师兄啊？什么亭？五岳亭？你就死心吧，你是找不到他的。哎，童昭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这句啊，唯心未成，欲为前也。这样，意思就是你当摒弃烦念，在练气的同时，意念要集中在呼吸上，排除杂念，方能达到。当融会贯通之时呢，即使不注意呼吸，也能自然达到气贯丹田的效果。你可以的，我看好你。坐下。啊？说吧，星镇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怎么躲修远跟躲瘟神一样？没事，就是分开了，往后都不用凑一块儿了。还说没事？这同生共死的伙伴，岂是说分就能分的？等书院结业，大家也都各奔前程。天下仙门那么多，同舟要去星镇馆，我要去五岳亭。至于雷修远，爱去哪儿去哪儿吧，迟早要分开，迟分不如早分。迟分不如早分吗？哎，丽菲，你怎么又要去五岳亭啊？五岳亭有我师父的线索。再说了，上次秦师兄和岳师姐来，感觉人挺好的。总感觉你有事瞒着我。哎呀，先别说我了，你呢？你跟昌月以后去哪儿？我也不知道。唉。我剑术不如叶哥，法术也不如阿锦，只怕以后也是要分开的。哎，干嘛妄自菲薄啊？哎，听说你跟着莫先生学炼气之术就很好啊。才学了点皮毛而已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对嘛，路还长着呢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什么都不想，好好用功，争取早日去到我们心仪的仙门。好，好，
告诉我，妖狐在哪儿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放开我！那日炎呢？日什么炎？我哪知道什么日？什么炎啊？日炎是谁？我不知道。说！你要杀了我，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说！这孩子正在寻找亲人，还请阁下高抬贵手。高抬贵手，高抬贵手。先生之前便有真气紊乱之症，如今又遭妖狐重创，若不尽快闭关疗伤，怕是会有走火入魔之忧。多谢提醒，来日再登门切磋。真人伯伯，那个你能不能带我去雏凤书院呀？大哥。真以为你们能跑得掉吗？高卢已亡国7年，龙明座为何还揪着不放？18年前，那叛徒在高卢皇宫滞留数年。从此杳无踪迹。说，那叛徒到底藏在哪儿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等你到了龙明座，你就知道了。沈云长老，我龙明座追杀着高卢余孽，行政管事要插手。竟然让龙明座的几个杂碎搞得如此狼狈，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行政管真的要与我龙明座作对？哼！心脉断损，寻常药石
恐怕也是无用。求前辈救我大哥！说起来，高卢王国也有7年，为什么龙明座的人会对你们穷追不舍？是我连累了大哥，只因我有灵根，他们怕留下我后患无穷，故而不肯放过。你天赋绝绝，陆山华随便教你一些微末法术，你都能融会贯通，自成一派。可惜啊，行政馆已经表明立场，不插手高卢之事。修远不求进行政馆，只求前辈能救我大哥。山华命在旦夕，要想为他接脉续命，需要9尾妖狐之力。9尾妖狐，可惜啊。你说，是他？找到这假小子，才能找到9尾灵狐的下落。切记，不要惊动旁人，更不要惊动仙门之人。各位看看吧，这祈福的特别好，您多姿多彩。前面陆宫镇内宗祠便是雏凤书院的报考点，我就只送你到这儿了。啊，东阳伯伯，您这就走了？嗯。那我这日后想起您，都没个念想。这串辟邪珠啊，送给你。哇！就算进不了雏凤书院，有这一串辟邪珠在，勉强也可以保你平安。谢谢东阳伯伯，您真好。啊，那不如您帮人帮到底。这个考雏凤书院有没有什么诀窍啊？怎么样才能顺利过关啊？伯伯也不知啊，你呀，好好努力便行啊。那您这葫芦怎么种的？我能种吗？我要是日后想您该怎么找到您啊？您说您对我这么好，我该怎么报答您呢？哎呀，怎么跟师傅一样，就喜欢一溜烟消失？东阳伯伯，后会有期啦！先找大师兄，再找师傅。雏凤书院，我来啦！让一让。又是你这个害人精！你要干嘛？才没有啊！色嘛，色就更没有了。他藏哪儿去了？他？哪个他？啊！他在，他在。敢打击我小棒槌，再上前，小心我废了你这双招子！是啊。我大哥去哪儿了？是不是被你同伙的杀手掳走了？说。不是，你有病吧？你大哥不见了找我干嘛？我师傅还不见了呢。你这个害人精，东明镇突然出现，现在又跟我到这儿，是不是你害了我师傅？你把他哪儿去了？说。贼喊捉贼。那几个杀手，若不是和你同伙，你就是无垢的暗探。无垢暗探，
是啥？小云，我懒得跟你掰扯。碧血珠，传说中若存在天仙之地，这么多人啊！百战不惧中的血迹，开学大计。来，给你。啊，谢谢啊。疾风握紧掌心，同心相惜，雷霆一击，拒绝躺平。眼下为疾风影不放弃，天地留下我背影。哎，我关了，我关了。关了一个啊，就是啊，这都今日第37个。要让世界上恢复在地升高。这便是你平日的穿着。啊，审美差点意思。哎，姓名、籍贯、师承何派？我叫小棒槌，来自青丘。既来自青丘，可有师长？学了些什么基础的法术吗？我有师傅，学过一些画符之术。画符乃微末之术，难登大雅之堂。我家乡遭水患，兄弟姊妹全都饿死了。我才抢了个窝头，想给重病的爹娘，可是他们紧紧握住我的手，至死都不肯吃一口。他们跟我说，一定要拼了性命考进书院，才不会饱受凡间饥寒之苦。这样，他们九泉之下才可以瞑目。唉，好生可怜的孩子。主王啊，要不要把唯一的一张特困准考牌给他呀？且慢！我这儿还有一人，怕是比他更惨。妖孽！这个害人精怎么也来了？院长说，此次弟子的甄选非比寻常，所以命阿木前来协助三位先生。有你在，我们自当省心不少。来来来，先坐。你认识这个少年？并不认识。方才我在镇外见他被几个越国侍卫驱赶，实在是看不过眼，便将他带了回来。不耽误先生们谈事了，那我就……哎，不急不急，为师公平，我们先听听这个学生怎么说呀。弟子雷修远，家住落霞山溪谷村。溪谷村，你是溪谷村的？雷修远，你为何想报考雏凤书院呢？
这是溪谷全村161人的名字，我的亲人、同乡，一夜之间尽遭要挟屠戮。我身无长技，唯有考入书院，修炼仙法，才有机会替他们伸冤报仇。一看就是骗人的，先生才不会信。孩子，起来说话吧。5年前溪谷村惨遭妖祸，后来几大仙门也派人去调查过，未见有幸存啊。那你，那一晚，我被打入河中，爹娘用身躯护住了我，我藏在水底不敢出声，眼睁睁地看着全村的人一个一个被抛尸河中，我就是那161个死人。苟活于世，厉害，戏演的比我还真。后来，我终于找到了那群凶手，他们竟然会法术，他们竟是吴勾国龙明座的子弟。雷修远，你可清楚，凡人诋毁仙门，是要受到重责的。句句属实。这位考生可以为我作证。来，那日，我躲在东明镇的一户人家，碰巧遇到了小棒槌。当时杀手正在追杀我，好在小棒槌出手相助，我才得以脱身。不是，那个小棒槌，他说的可是实情啊？是，那些人他们都出手狠毒，招招致命，而且都身有仙术。你不是还有位大哥吗？他人呢？哦，我大哥本是仙门弟子，护我多年，却因此惹祸上身，频遭追杀，如今下落不明。天下之大，除了考进书院，我已无生路可走。不求先生悲悯，只求一入考资格。修远，感激涕零。实在没想到，咱们都身世多舛，可是你看啊，我穿的没你好，混的比你差，而且我曾经还救过你。救命之恩，修远敏感于心，来日必当报答。不等来日了，就现在。这2岁银是我的全部家当，还望恩人不要嫌弃。你再抢我名，我小心我扒了你的皮啊！血海深仇，望恩人成全。不要拿着，不要！你别撕给我，你不要！来，不要！松手！也不知道我爹娘怎么给我留这么多银子呀？告辞。师傅，你说你丢下我也就算了，好歹保我个顺风顺水吧。这考牌也被那个扫把星给抢走，还我花那么多银子报名。有辟邪珠妨碍探灵，只能先抓回去再说。
撒钱了！撒钱的原来是他呀！